welcome to Kindness Live. Well, today's a very special episode because we'll be doing it in Mandarin to reach out to our Mandarin speaking friends. So let me switch to a different channel now. Hello， 大家好，我是女校郑美玲，欢迎收看《行善玩家》，让我们教你轻松掌握行善小贴士，成为行善玩家。那我们今天很荣幸的有4位从海外来的嘉宾，他们的中文不但比我好，而唱歌非常棒哦。让我们欢迎皇室四少。Hello， 大家好，我们是皇室四少。我是 Elson Soh， 来自新加坡。我是这个黄俊彦，来自马来西亚。我是 Darryl Ou， 来自于台湾。我是 Carlton， 翁元又来自香港。欢迎你们来行善玩家。嗨。皇室四少会分享一些他们所举办的行善活动，和对于行善的看法。目前唱歌的时候是有什么举办什么行善的活动吗？大致上我在马来西亚接了很多的类似就是这样慈善的这种演出，但是让我觉得比较印象深刻的是那个叫做G230的，它是一个比较全球性的一个慈善机构，然后办的一个大型的活动，然后每逢到了那个季节的时候呢，他们就会办很多场的这一些类似自办营。然后呢，会有大概有500-600个营员呢，他们自愿来参与这个有意义的活动。然后它主要呢是让他们体验，在30个小时里面没有吃东西那一种饥饿的感觉，然后让他们感受在一些比较贫穷国家的孩子们到底饥饿的感觉是什么。所以呢，他们会把这些经费呢都会捐给这一些世界宣明会的这一些饥饿的孩子。所以让我们这些参与的歌手艺人朋友们也可以一起去体验这一种痛苦，然后也要去感恩，说我们其实都很幸福。哇，30个小时不是一整天过的。对，但是因为我们歌手需要跑很多场，所以我们可能没有完全像他们这样30个小时待在那边。我在台湾有参加很多，而且自己会去举办一些慈善的演唱会。我几乎2个月就会在我们台湾有名的演唱场地，叫河岸留言人去举办一些公益的演唱会，对，就是帮助一些弱势的团体，然后也帮助这个失学的儿童，对，去帮他们谋那个募资募款，然后呢去就是还有当天演唱会的一些门票收入啊，或者是我们会去找企业。去捐赠他们的东西来举办，然后所有的收入就捐给像是创世基金，台湾很有名的创世基金会啊，然后还有一些地方性的一些基金会这样子。我到台湾宣传的时候，我有在那个龙山寺外面，就是有做了一点小小的活动，就代表新加坡的朋友们到台湾去献爱心。然后就跟俊彦还有其他歌手，我们就在那里就跟一个摊主，就说我们可以跟你买大概100份的面啊、粥啊等等的，然后我们就分给那边的游民。对，我本身是 Project Awareness A 计划的创办人，然后为什么会创办 A 计划？是因为早期出道的时候，在某个商场。办了签名会，然后那个时候就很多人排队，有老人家，有小朋友，还有一些行动不方便的朋友们，然后他们就上台，就其中一个男的，他其实看不到，他就上台，他就走向我，他就跟我说，他虽然看不到我，但是他听得到我的音乐，然后他非常欣赏我的歌声这样子，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突然间有一个领悟，是觉得说，我们做演艺圈的朋友，做歌手的朋友，其实我们有的成就都是社会给。那如果今天社会不支持我们什么都不是。所以后来我就觉得说，如果有机会，我要回归于社会。然后我就有去跟一些机构一起去做善事等等。但是我觉得说，这虽然是我想要的，但是还不够。我希望说可以亲自去接触到他们，帮助到他们，所以后期我才创办一个计划，因为
这几个组织我可以帮的比较直接。那目前有几个人跟你一起在一起参与？A 计划现在在脸书上面Facebook 上面有大概1万多个11,000的来客，很好啊，按赞，然后关注者，然后我们的活动常常都会有那个义工朋友都来参加。目前有多过500位义工已经参加我们 A 计划所有的活动，所以非常感谢。然后我们义工朋友们其实很多都是很想做善事的人，但是不知道往哪里走。然后就有些人就觉得说，只有出国才可以做到这种，然后因为他们觉得新加坡好像没有穷人，没有需要帮助的时候等等这样，所以后来接触到我们 A 计划的一些活动的之后，他们才觉得说，新加坡其实还很多人需要我们帮忙。像我们也是讲的，其实穷人政府在帮忙，但是很多人他们其实不是，有些不是单单为了金钱，有些是为了其他的问题。那我们 A 计划就是要帮他们度过这些难关，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宗旨，就是帮人家度过他们最黑暗的日子。那你目前在举办 A 计划的时候，有没有感受到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的？特别的事情太多了吧？觉得对你非常感动的故事呢？太多了。我有接触了很多家庭，他们其实一般老人家他们都不需要金钱的帮忙，他们需要我们的陪伴，需要有人去探望他们，就是家人的温暖。所以我们 A 计划不只是单单就是用资源上帮助，有时候是以另外一种方式去帮忙，可能是给他们一点家庭的温暖。所以我很多阿嬷公，我很多干孩子、干儿子、干女儿这样子，干姐姐、干哥哥、干弟弟很多。因为他们我去的时候，我是以一个家人的角度去关心他们，去照顾他们。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 how I wonder what you are up above the world. 目前有没有受到什么行善的举动，让你非常感动吗？我记得有一次是因为我家里刚好没有人的时候，然后因为我家里养了很多那些浪浪，就是所谓的流浪狗，我们叫做浪浪。然后呢，有一次他们在外面就一直在吠，我就觉得很奇怪，我就去我的庭院那边看一下，原来他们有2只狗吵得很厉害。然后当下我怕他们会受伤还是怎样，然后我就去劝架嘛，然后我就用手还有脚去踢他们，就想说让他们不要再吵，让怎知道他们就咬我，而且其中有一只呢就比较凶的那一只就咬了我的右脚这边，然后当下因为家里又没有人，然后我就求救不到，然后刚好外面有很多人经过嘛，那些邻居朋友们，但是都没有人理会，那刚好有一辆摩托车是有2个马来人，然后他们就看到就是这个情形发生了，因为马来人也不太能碰狗，对，然后他们还是不顾一切的就来帮忙。我觉得这种举动就让我觉得说，行善是不分种族、不分你我的，然后就赶快把我送到医院去政府医院，然后幸好人没事，狗狗也是有一点受伤，所以说我觉得蛮感动的，因为我们都不分彼此嘛。对。就是当我们会去组团，就很多朋友，然后到一些比较偏远的山区，对，然后那山区的小孩其实都很辛苦，因为爸爸妈妈长时间都不在家里面，可能就是阿公阿妈，然后山上物资都很缺乏，所以我们都会带一些那个小饼干啊、小糖果啊，所以带过去给他们。可是当我们拿给他的时候，他们不会自己收起来。对他们都会哥哥，我要跟你一起吃。然后你说当下那感觉，你就是抱着他，然后手上就是拿着那块饼干，虽然就是很小的东西，但是你会觉得说哇，怎么那么
你知道好感动的感觉，对，就是他们不会很自私的说啊我因为我没有，所以我要把它收起来，不是，他们是很乐意跟你去 share， 去分享他们得到的快乐，就是每一次在做这些举动的时候是，对，语言不了的，对，就是会比你会感觉到你的，因为我们是做音乐的，会比感受到就是那种热情、那种力量，会让我们想要继续做下去。帮助别人或欣赏的东西，不是说你做完然后你要让别人看到的时候会觉得会流泪，会感，因为我觉得感动这个东西是他的心理，然后所以你平常已经一直在做的时候，你反而会觉得，其实我们应该要做。我有时候我看到一点哇，感动。还是有没有人帮过你的时候，就是觉得非常非常的情况？可能因为是，譬如说我在拍片的时候，我会觉得，比如说那个阿公阿妈，比如说他这个东西，如果那个就是我的父母或怎么样的话，我会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有这样的一个人去帮他，就会这样，这个地球就会很好。那你觉得新加坡人很友善？很友善啊，很友善，很友善啊。这是你第一次来新加坡的？第一次来新加坡，然后觉得新加坡其实蛮干净，干净是一个我觉得是未来之前是这个一些困难，但是你要发展现在才完整这个规范，所以我觉得像我们行善，这个也算一个行善环保的一个，所以我觉得这些事情就是每个人应该要做，然后而且我有问过路，然后他们也会觉得你会很完整的回答我，而且他用英文，然后就很友善啊，很友善，很友善。这是我第一次来到新加坡，然后当然像你们啊，然后像我们的新加坡的公司的机器人啊，包括对我来说都是非常好。然后呢，像我会在后面计划，我都会乱走，对，因为我是一个很爱旅游、很爱看一些新的东西的人。那当我去问，我说比如说这是什么东西，因为好多东西饮料啊，我都没有看过，在台湾是没有的。那当我去问说，这是什么东西的时候，就是新加坡的人都会很热情的来跟我说，这是什么什么，还有什么什么什么，就是会很开心。那我们平常也是说台湾人都友善，才会你的感想是什么？你说台湾人，我们新加坡人就是觉得台湾人讲话都很有礼貌。你要分享什么吗？我们可以学习的。台湾，我觉得台湾是一个很热情的地方啊，对，就是很多朋友来到台湾都会感受到说台湾人的热情，然后台湾人是大方不吝啬的感觉，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这样就是我们就很喜欢招待朋友出去吃饭啊，然后喜欢把所有台湾的文化呢，就是给一些朋友，让他们知道了解我们台湾人的感觉。这是你第一次来新加坡吗？第一次，虽然很近，但是我是第一次来的。那你觉得新加坡人友善吗？我觉得友善是一定的，但是我觉得更加，我觉得很有礼貌，就是说话的态度啊，然后还有语气都很温柔。对，然后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我觉得新加坡很干净，就是那个整个环境啊，整个氛围都很舒服。你觉得我们有什么可以跟他们学习的想法？我本身到香港做宣传的时候，看到香港人就是他们因为他们生活很匆忙，对，然后他们fast pace 新加坡快一点，所以他们都很讲究效率。所以我坐他的捷运的时候，他们其实都很遵守捷运上的规矩，就是说一定是靠一边，不要给人家在后面挡住人家的路径，而且是每一个人都讲究，不管你是老的少的，还是你是短时间还是没有短时间，他们都会遵守这样的规矩，而且是不用去提醒，也不用去好像他们已经进入自己的生活里面这样子。所以
那我也是觉得说，他们也是很多东西可以跟我们学习，我们也是很规律的一个国家，对吧？像我们其实，在外国我比较少见，就是那个紫色系，国外做，对，是没有人做的。那新加坡，如果你现在搭地铁、捷运，就是你会知道，这两个位置虽然是空的，就虽然说大家都在站着，但没有人会坐。因为我们都已经也是我觉得说，这个是需要做，说这个东西在国外的捷运还没有看到那么普遍。那么还有多一点，其实在路上开车，我是在YouTube 看到一个视频，关于日本的。那么如果他们让路给前面的和后面的那些车辆，他们会就是用那个打那个闪光灯，对吗 ？signal 就打那个黑色带，就2次，代表说谢谢的意思。对。那好啊，新加坡可以学习。是，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学习。你有什么想跟新加坡本地人想要自发自己的团体，还是做一些线上的活动，有什么advice 给他们？其实我觉得你要做的话就去做，不要去想那么多。因为其实我觉得在新加坡我们比较会想比较多啦，因为可能是很多因素的关系，我们很多东西我们想做到最后都没有去做，也没有开始，然后到了最后才发现到，早知道我是这样，早知道我是那样这样。所以要经营一个这样子的组织其实不容易。但是我觉得说对我而言，我组织 A 计划，我只要看到那些我们帮助的人的笑容，我知道他们的生活，因为我们孩子，因为我有了改善，更好的改善，对我而言就是心满意足。所以我希望说如果你们真的很想要做一样东西，就现在马上立刻开始。对，要不然的话也可以跟着我们A 计划，就到我们 Facebook 可以找 Project Awareness Singapore， 你们也可以参与我们的活动。我们都觉得他的皮肤真的是很好，保养得很美。那你要什么可以分享？你怎么样保养自己的皮肤？这个问题太多朋友问我了，那我唯一的那个建议就是说要早睡，然后要喝多一点水，然后适当的保养一样。就是要选一些适合你本身肤质的那些洗脸霜然后保养品，然后每天敷一些不同性质的面膜，我觉得对这个皮肤脸的状况是很有帮助的。还有最重要是要有善心，然后可以表扬出来。对，我觉得内在美才是比较实在的。OK， 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Hello everyone, we are the Royal Four. Remember, a nation of kindness starts with one. Yeah. 1, 2, 3. 希望就在手心，用爱去传递，点燃明天的奇迹，分享快乐其实容易，简单一句问候关心，天使也会降临，人气说明我也可以。谢谢收看《行善玩家》。想了解更多我们有关新加坡行善运动或行善的小点子，请浏览我们的网站 www.kindness.sg。下次见吧。